各位朋友，中国射了，向日本又中出了巨浪3。那位说，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听了怎么这么不好意思呀？对吧？真的啊，这个中国向日本发射了巨浪3核导弹，这是从那个太平洋深处的一艘中国的核潜艇里边发射了一枚巨浪3洲际核导弹。日本高市早苗急了啊，向中国强烈抗议，但是中国外交部已读不回呀。那怎么回事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在太平洋试射了潜射的弹道导弹，激怒邻国。周一，中国在太平洋试射了一枚载有模拟弹头的远程弹道导弹，这是2年来首次此类发射。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这枚导弹由一艘中国核动力潜艇发射，将一枚模拟弹头送入了太平洋。报道称呢，导弹准确地落入了预定的海域。新华社表示，此次试射于北京时间中午12点01分进行，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按照那个太平洋时间的话，恐怕是7月7号的0点。中国的7.7，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日本的侵略的一个时点，对吧？朋友们，7.7啊，事变嘛，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有政治意味的时间。目前尚不清楚导弹具体落入何处。此次发射之际正值澳大利亚和斐济领导人，你瞧这2个攒鸡毛凑胆子的都他妈差不多带着阴茎鞘的弹丸小国澳大利亚和斐济领导人宣布签署相互防御条约，并建立区域安全联盟。这是堪培拉近年来与太平洋岛国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的最新一项。这些举措被广泛视为旨在抵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扩张。各国政府在发射前不久接到了预警。对，这个图就很应景了你们别误会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各位都是垃圾。澳大利亚和斐济你先把你那个草裙摘下来吧，还共同防御。这角度多性感呀！我估计高适看了一眼腿都得软了反对高龄卖淫今天中午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日本政府は中国当局から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に関する通知を受けたと発表しました。落下地点に設定された区域の一部には和歌山県潮岬南方の日本の EEZ が含まれています。政府関係者によりますと、中国側が通知した期間は今月6日から8日までの3日間です。設定された海域は潮岬南方で奄美群島の東側にあたり、この海域の一部には日本の EEZ 排他的経済水域が含まれています。そのため発射されれば日本の上空を通過する恐れもあります。中国当局は5日に日本側に対して宇宙ゴミ落下に伴う区域の設定を行うと通知していましたが、6日になって国防部から北京の日本大使館にこれが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に関する情報だと伝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これに対し日本政府は中国の軍事活動が活発化していることへの深刻な懸念を伝達し、日本の上空を通過するなど日本の安全を脅かすことがないよう再考を強く求めました。
日本记者问中国海军成功发射了一枚潜射弹道导弹，请问导弹的目的地是哪里？大家好，我是大潘，我现在外交部记者会刚刚结束，在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有日北广播协会的记者提了上述问题。Question from NHK. China's military test fired a missile from a nuclear submarine into the Pacific on Monday. Could you explain the purpose of the test and clarify where the missile landed? Thank you.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随后又有法新社记者追问，中国试射导弹已经遭到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批评。日本在之前的一份声明中曾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请问中方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外界的批评有何回应？Thank you, AFP. I'd like to follow up on the test missile question. This has been criticized by sev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Japa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Japanese authorities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y had strongly urged China to reconsider the test launch before it happened. So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ny comments on the test launch or a response to the related criticism today? Thank you.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如果你在做一件正当的计划内的事儿呢，引发了别人的误会，然后呢，其实你已经事前跟他打好招呼了，说我要做这个事儿，而且是计划内的事儿，你也不要多想。他依旧是误会了，说明他对你心里有鬼，他的反应越大，说明他的鬼越可怕。你说是不是呀？某些特定的国家对于中国向日本中出巨浪3核导弹这个事儿，中国的网友表示欢欣鼓舞。巨浪导弹打出8000多公里，掠过日本上空，直飞南太平洋，全程打给美国看的。7月6日中午，新华社的一则简短通报引爆全网。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从渤海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对于此次发射，官方措辞极为克制，例行安排，事先通报，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但地理坐标本身会说话。发射点在渤海，落点在南太平洋，与1980年东风5首次全射程试验的落区几乎重合。这意味着中国海军在家门口的内海完成了一次跨越半个地球的洲际打击验证。最引人注目的细节是发射地点不是南海，不是西太平洋，而是渤海。这片被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环抱的内海，平均水深仅18米，最深处不过80余米。战略核潜艇在这里发射洲际导弹，技术难度其实高于开阔深海。潜艇需要精确控制发射深度，导弹出水姿态必须极其稳定，任何细微偏差都会在后续近万公里的飞行中被无限放大。从渤海发射到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弹道几乎横贯整个太平洋。导弹需要经过中国本土上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菲律宾海、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最终在所罗门群岛以东、萨摩亚以西的公海降落。全程8000多公里，在第一岛链发射，可覆盖从阿拉斯加到美国本土西海岸的全部战略目标。选择这条弹道，既避开了主要国际航运线，又确保美军战略预警系统能够全程观测。这是一种让你看见的威慑。更深层的信息在于，中国海军不需要把核潜艇派到西太平洋或南海，在渤海就能完成覆盖打击。这意味着中国海基和力量的部署和运用已经摆脱了必须突破第一岛链的传统假设。潜艇在本土内海即可发起打击，对手的反潜网络在发射前毫无预警窗口。这种家门口的打击能力比任何远洋部署都更具战略威慑价值。另外，此次测试的预定落区与1980年5月18日东风5全射程试验的落点高度重合，那个坐标标记着中国首次向世界证明拥有覆盖洲际的核打击能力。46年后，同一海域再次溅起水花，但这次的发射载体从陆基发射井变成了深海核潜艇。1980年的东风5试验
弹体从酒泉发射，落区在南太平洋。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东风31 AG 洲际导弹，展示的是陆基机动发射和冷发射能力。仅仅21个月后，同一落区迎来第3枚中国洲际导弹，但这次是潜射，这比2024年陆基发射多了好几个变量。任何一个环节失败，都会暴露海基核力量的短板。官方通报中的准确落入预定海域6个字，背后是整个海基合作战链条的极限压力测试。另外，官方强调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这是国际惯例，也是战略语言。提前通报落区，等于告诉对手，我要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用这种方式验证我的能力。你可以全程观看。核威慑的核心在于可信度，而可信度建立在对手能够独立确认的能力之上。当美军导弹预警卫星从渤海导弹出水瞬间就开始记录弹道，当关岛雷达和太平洋宙斯盾舰跟踪全程轨迹，当五角大楼分析人员确认落点误差在预定范围内，中国的海基核威慑就在对手的作战系统里完成了一次实战化校准。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是标准外交辞令，但地理不会说谎。从渤海到南太平洋的8000多公里弹道覆盖的是谁，各方心里都清楚。这种可被验证的威慑比任何声明都有效。你不需要相信我的新闻发布会，你只需要相信你自己的雷达数据。综合来看，中国3位一体核力量中，陆基一直是主力，东风 5BC、东风41构成了陆基核威慑的骨干，空基核力量相对薄弱。轰6N携带惊雷1空射弹道导弹填补了部分空白，而海基核力量长期被视为最后拼图，战略核潜艇存在，巨浪导弹存在，但全射程实战验证一直缺位。2026年7月的这次试验补上了这块拼图。当中国海军能够在渤海内海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并精确命中，意味着海基核力量不需要前出西太平洋，在渤海就能覆盖洲际目标，这彻底改变了中国海基核力量的运用逻辑。46年前，东风5从酒泉升空落入南太平洋，中国向世界宣告拥有了洲际核打击能力。21个月前，火箭军东风31 AG 陆基洲际导弹再次验证了这一能力。今天，中国海军从渤海深处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在同一落区溅起水花，3次试验，同一落点，3种载体，从陆基到海基，从戈壁到深海，从44年一次到21个月一次，频率在加快，载体在多元，可信度在累积。渤海那枚冲破水面的导弹，标记的不仅是一次试验的终点，更是一个大国海基核力量走向成熟的起点。当战略核潜艇在自家门口就能让弹头落入南太平洋，中国3位一体核威慑的最后一个支柱已经立稳了。投弹，氢弹按预定弹道缓慢下降，它将在距地面2900米的地方爆炸。起爆！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第1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火球的左侧亮点是太阳。从第1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2年多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2个发展阶段的跨越。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美国1952年爆炸的是一个65吨重、3层楼房高的氢弹装置。这是向绞盆机发出了一个高度的警告吧，对吧？别作了那个高龄的艺伎再作，下一次那就不是带的模拟弹头了。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